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22日。今天呢，我刚刚获得消息，那就是中国政府对一些国家单方面免签，由原来15天，现在延长到30天。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呢告诉我的一个德国朋友，他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呢，他上次跟我去中国的时候，由于只有15天，所以呢，我们花了1天的时间，从我家坐高铁到珠海，然后呢过境到澳门，过去大概玩了1-2个小时，然后又过来了，又回到我们中国内地来，为的就是延长另外15天。因为对一般人来说啊，去中国，像我以前做视频一样啊，单方面免签，当时是15天，我觉得这对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政策了啊。然后呢，我在那期节目当中也说过啊，15天我认为还是太短了，因为一般来说去中国出差的人、旅游的人、老外啊，2个礼拜真的是太少了，至少要3个礼拜，或者3个礼拜左右，那1个月是比较完美的。因为呢，从比如说德国去中国来回，起码要2天时间，还要倒时差。另外，去出差一般可能要3-4天到1个礼拜，对吧？然后呢，除掉2天来回，那只剩下，如果是再想停留几天的话，只剩下4-5天了。4-5天他能看中国什么？因为一般啊，想去中国出差的人，或者派去中国出差的人，他出差完之后或者出差完之前，可能还是想顺便看看中国的，对吧？那么只有几天时间，能看中国什么东西呢？还有，如果是度假的人，德国啊，去这种很远的国家度假，一般2个礼拜太短了。实际呢，能够看的只有13天，因为来回要2天时间，对吧？所以我当时我就呼吁啊，如果能够延长到30天左右，那真的是太完美了。当然，我也不会认为啊，就咱们的频道能够被中央最高那层所听到啊。当时我虽然呼吁了，但是我想呼吁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有很多很多的人。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如果是免签，一般是30天左右，长的有3个月，好吧？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这次啊，中国政府听取了很多民意，然后呢，单方面延长到30天，真的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相信啊，对中国的旅游业也有很大的好处，因为这些人到中国吃喝拉撒都需要，对吧？住宿啊、吃饭呀、运输啊，对吧？还有旅游门票啊等等，这些都涉及到这个免签。越多的老外去中国，就表明呢，越多的人会在中国消费。那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会促进中国的经济啊，因为这些人是在14亿中国人之外，他们带去的消费，就是说另外增加了中国的经济活动，那这对中国的 GDP 也有好处啊。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免签的一般都是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或者准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像我以前所说的啊，他们国家的媒体，他们整个这个政治环境对中国充满了不是敌意就是傲慢与偏见。他们的媒体，像我以前说的，德国的媒体绝大部分报道中国的都是负面的，所以久而久之呢，造成了他们本国的人对中国的观感，还有对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偏见，观感不佳，偏见很深。这1年左右啊，很多的外国的博主到中国啊，去用他们自己的眼睛，用他们的摄像机啊，来拍下中国，他们看到的实实在在感受到的真实的中国，而且是第一视角。然后呢，他们都是在外网发布他们的视频，不让那些外国人原来可能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的，有的可能是偶然一个什么机会看到了这些博主的关于中国旅游的见闻的这种视频，他们看到之后眼前一亮，或者大吃一惊。很多人表示，很多博主也表示，他们之前在他们国家被骗了，被洗脑了，到中国之后，他们看见了中国和他们媒体当中还有他自己心目中的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对他们是造成了非常大的震撼。
越多的这样的老外到中国去，那对中国这个形象的改变是不是更好呢？而且，中国这样的政策可以说不花中国的一分钱，但是它得到的广告效应是你中国政府的官媒花更多的钱也不可能达到的。一张老外的脸，他们去拍中国的东西，它的可信度肯定要比官媒去宣传的可信度要高得多，因为它是真正的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去，比如说去任意一个餐馆吃饭呀，去坐高铁或者是普通的那个火车啊，通过这样第一视角来反馈给西方那些被洗脑的人民。所以我相信呢，对改变这些人对中国的偏见有非常大的好处。所以说啊，中国政府真的不花一分钱的广告费，达到了很大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啊，是一传十，十传百的，对吧？因为这些博主有他的粉丝，这些博主有他的亲戚朋友家庭，而通过他们的亲戚朋友家庭，通过他们的粉丝，又一传十，十传百下去。所以我认为啊，中国开放啊，单方面免签，绝对是它的好处大于坏处。当然，有些润人呢，还有一些西方人对中国有敌视的人，还有西方国家有些政府可能不乐见中国政府这样单方面开放这签证啊。第一个就是越来越多的他们西方国家人，本来可以在他们国内消费，但是他们去中国旅游，那就是去中国旅游消费了，对吧？增加中国的消费了，那他们本国就消费少了，因为在本国的钱就更少了嘛。我认为第二点最重要的是，西方国家不愿见到，那就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民到中国去，用他们自己的眼睛来看真实的中国，跟他们政府还有跟他们媒体宣传的那个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一点啊，是西方政府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西方政府和西方媒体设法在他们本国人民中构筑起来的高墙啊，突然就坍塌了。他们的媒体失去了可信度，他们的政客也失去了可信度。你说西方政府愿意见到中国这么做吗？当然，另一方面，我认为西方政府还有西方媒体不愿意看到中国做的，那正说明了中国做得对。另外，我发现在网上还有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一些润人，一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人，他们就讽刺中国啊，你中国政府单方面对西方国家开放，是自己自降身段，人家西方不对你开放，你对他开放，就说明呢你是跪舔人家。但是如果是通过这样的解读，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反而觉得啊，中国政府现在它是把15天现在延长到30天，说明中国政府足够自信。因为中国政府大可以说，你们尽可以来我们国家看，哪里都可以看，不设限。中国有贫困的地方，但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对比起来，特别是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绝对是世界一流的。这会让很多西方国家他们的民众，他来中国看了之后，他的震撼非常的大。但是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中国免签之后，越来越多的这些西方的老外，因为免签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他们来中国之后，他看到中国和他们媒体描述那个中国，和他们政客告诉他们那个中国完全不一样。原来啊，中国人民并没有被他们的政府那么压迫剥削啊，怎么样，对吧？原来啊，中国那么先进啊！你看他们的高铁那么准时，而且呢，他们的速度要比我们的国家的还那个快1倍，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原来在他们国家永远想都没有想到、做梦都没有做到的。所以我认为啊，免签的天数提高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免签国的人到中国来。原来半个月确实太短了，中国地大物博，对吧？2个礼拜。可能你就看了北京、上海、西安就完了，但是中国那么大，2个礼拜绝对不够。所以呢，延长到1个月，我认为呢刚刚好，可以深度游中国了。但是呢，1个月我认为还是不够，还游不完中国，对吧？你要真正的深度体验中国，1个月肯定是不够的。在这里，我想呢更加无耻一点，更加不要脸。我想问一下中国外交部啊，能不能把现在的30天，今后呢提高到90天呢？
90天应该是比较完美的了。对很多海外华人来说，今后可能想回去探亲啊、旅游啊，对吧？30天可能有点短，而且年纪大了之后，想回去养老，是带钱回去的啊，这对中国也有好处啊。所以90天，我认为呢是可行的啊。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我把免签30天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德国朋友之后呢，他也开玩笑的说，他说肯定呢西方国家的政府啊不太愿意。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啊，如果西方人去到中国之后，看到中国的火车那么准时，看到中国的高铁那么快，比如说像德国人，他们的玻璃心会碎一地呀，因为德国火车在德国人心目中，它的名声非常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特别不准时，是德国人吐槽最多的德国企业。因为它的火车不是晚点，就是可能停错了站台，或者是中途停下来了，或者呢是火车司机迟到了，或者是有人卧轨了，或者是脱轨了，反正各种各样的事故。这就是德国铁路。真的，如果他们来中国看到之后，中国高铁发车像公交车一样，然后中国的火车又特别的正点，还有中国的火车又不贵，然后呢还特别的快，比他们国家快1倍，甚至快2倍。你看，如果是他们来看到这样中国的基础设施之后，你说他们西方国家人对他们的内心造成的心理震撼是什么样的？可以说是核弹级的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外国政府不愿意看到中国这个开放免签，那就是可能越多的人来到中国，看到真实的中国，会对他们整个西方自己的制度产生动摇，就是信心动摇啊，信心崩溃。同时呢，可能会肯定中国制度的人会越来越多。像这种效果啊，你中国政府花再多的钱去推销、去宣讲，也达不到一个外国博主来中国走一趟他获得的感受，然后告诉他，比如说上百万他的粉丝，但受众面很广啊。但是还有的人有点担心，说你中国单方面免签，那今后好多外国的间谍会鱼龙混杂混进来啊，会对中国的国安造成风险。我认为啊，这样的担忧不必要。因为我认为啊，中国能让这些游客看的东西，没有多少秘密可言，真正的秘密他们看不到，而他们想看的，真正想看的，他不用来中国旅游也能看到。担心间谍风险是过度了啊，没必要。另外，中国单方面免签，比如说从过去到2025年年底，大概2年左右的试验期，对吧？相当于中国政府抛给西方的一个球。那个球现在西方那边，我中国大胆自信开放给你的国民，那你西方国家现在对咱们中国的公民现在怎么对待呢？中国14亿人，他有一定的消费力，对吧？购买力很高。以前我记得那个疫情之前，在西方国家买的几乎都是中国人，消费能力最高。那你现在西方很多国家，他们经济特别的低迷。如果是14亿中国人的，比如说1个点、2个点，那个百分比的比例的人到那个地方去旅游，因为免签了嘛，很方便，说走就走，那绝对会对他们当地国的经济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因为中国人消费能力绝对是世界数1数2的啊。那你当地的什么服务业啊、酒店住宿、那个餐饮，还有交通运输等等，这些相当于给他们打一针强心针啊，对他们国民经济绝对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因为像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小国家，如果很多中国游客涌入之后，对他们的服务业当然有很大的好处了。所以我认为啊，如果是一个国家他们的政治人物不那么意识形态，如果是真正的为他们的国家利益着想，我相信呢，这个现在得到免签的西方国家一定会重新思考，聪明的国家领导人一定会想方设法，也对中国今后呢进行免签。
至于西方或者这些免签国有没有这个政治智慧，那就不是我可以左右的了。我希望他们能够当然了，另一方面就是中国人自己要争气，把中国的经济把它再搞上个台阶，让中国的人均所得更高一些，中国人更富裕一些。那么我相信今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对中国免签。还有的人担心也许有些外国人也担心，就是中国人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不想走了，黑下来了。其实这样的中国人绝对是少数，我没有百分比我觉得能够有1%想在这里黑下来，想在那里黑下来就不错了。像德国因为他们的选情对目前一些所谓的大党来说可以说是滑铁卢，还有德国政府那3个执政联盟，比如说德国绿党社民党还有自民党一团糟。所以经过选举之后，德国政坛现在有个很大的那个转向，可以说180度，那就是对外国的难民要收紧这个政策，还有对外国难民外国移民的福利也会大大的那个砍。今后想走线去德国人可能也不太值得了，因为去了之后，很多人发现其实呢，在那里的生活工作并不像在网上或是他自己想象那么容易那么美好。那钱并不是在地上没人捡的，弯腰一捡就可以了，这样的地方在这个地球上不存在。还有我发现这次免签国中国又增加了7、8个、8、9个，现在已经增加到30多个、40个了。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得到免签了，除了我没记错的话3个比使小国之外。哪3个呢？一个北约国家是瑞典，另外一个是东欧国家捷克，还有一个国家也是东欧的立陶宛。这3个都是什么国家？大家细品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区别对待这些欧洲国家是正确的，就应该把他们晾在一边。对我来说，这3个是小瘪三，自己的国家那么小，然后呢就做某个大国的反华先锋。你看瑞典、立陶宛，特别是立陶宛是怎么做的，对吧？他们故意打台湾牌，来刺激中国，来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比如说立陶宛，他硬是要让台湾以台湾的名义在立陶宛开所谓的台湾代表处，中国一而再再而三苦心劝说没用。还有捷克这几年也一直在中国作对，跟台湾的关系特别的火热。那你既然要这样作妖，那就没办法了。现在东欧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得到免签了，就是不给你捷克，就是不给你立陶宛以及瑞典。朋友们今天听到这个好消息，那就是中国单方面对那些免签国由原来15天提高到30天，德国也包括在内。所以呢，我觉得我特别的高兴，我的德国朋友也很高兴。我相信今后我在德国的朋友当中，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到中国去旅游、观光、体验，这样就改变他们对中国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我相信呢，这是非常好的中国政府没有花1分钱，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另外呢，我还有一个愿望，刚才前面说了我也就是脸皮很厚，中国外交部能不能考虑把现在的30天一下子提高到免签90天呢？如果这样，你们真的是积德了，非常非常感谢是这样吧，感谢。那今后我的愿望能不能实现，我们拭目以待。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